人类最大的错觉就是认为幸福来自于对方的改变和配合。然而，一切真正稳定、自由、具有成长性的亲密关系背后的本质逻辑都是各自修行、各自承担，然后才有可能同行。自我修行既是觉察，不以改变对方为出发点，多数人将亲密关系视为相互影响、共同成长。这说法听似进步，其实潜藏陷阱。你永远在用自我的剧本解读、审判、要求对方。佛家所说的关照，不是让你监督别人，而是觉知自身欲望、恐惧与执着的起灭。存在主义则呼吁人承担自身生命意义，只有当你将目光从他人的缺陷拉回自身，才能真正打破关系及救赎的幻象。你唯一有资格修正的是自己的惯性、偏执和渴望，而不是对方的本性。很多人相信被理解、被接纳才能疗愈自己，于是要求对方必须随时安抚、支持、共鸣，要及时提供所谓情绪价值。但事实是，所有依赖型情感终将成为无休止的压力转移与怨愤。不是不需要安慰，而是你能承认自己的孤独、创伤、脆弱，本就无法被完全疗愈，并学会自我安顿。佛家讲一切唯心造，你必须先能在风暴中安抚自己，关系才不会成为情绪垃圾场。只有能自行消化情绪的人，才真正拥有深度连结，将内在痛苦全数交给对方解决，迟早会摧毁亲密。许多人的所谓沟通，其实是自证其理，要求认可，投射恐惧，试探爱情，这本质上是语言的操控，而非平等对话。真正修行中的沟通是带着界限感、坦诚与自省，能直言需求，也能承认彼此无法实时同步，不再用冷战、沉默或指责为难对方。最深的沟通来自内在安定，而非言语游戏，强调真诚，拒绝所有角色化对话，没有自我修行，所有沟通都沦为操纵与自辩，最终只会让关系疲于奔命。不自省的人，一有摩擦就各自翻旧账，推卸责任，扮演受害者，将矛盾外包给对方解决，关系很快陷入权力斗争的泥淖。真正成熟的亲密，是双方都能在冲突后反省自身，我的执念从哪里来？我的反应有无超出事实？佛家言因缘和合所生，不把错误归因于单一外部，而是承认一切皆有因果。自我修行让你能在混乱中自我承担，敢于修补，而非任由关系碎裂。冲突不可避免，唯有各自承担，才能让关系不被责怪和防御主导。幸福的关系不是彼此补全，而是互为见证，互为镜像。你不是寻找救赎，而是选择在自我完善的路上恰好有人同行。两个有自我修行的人，能在彼此波动中保留自己的主体性，又能在需要时给予支持，但不会将幸福的责任转嫁给任何人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。